你今天真是漂亮啊！比起当年你母亲嫁给我的时候，还要更美啊！阿爹，你不要这么伤感嘛。我只不过是去杨家住2天，等到3朝回门的时候，就又能回来陪你啦。哎，你一个才过门的媳妇儿，哪能有每天跑回娘家来的道理呀？不怕不怕，天高皇帝远，反正杨坚这会儿也管不到我。哎呀，你都是一个要出嫁的孩子了，可不能再这么淘气了啊！啊，老爷，姑爷迎亲的人来了。啊，还是杨家的人周到啊，怕你和冠父拜堂心有抱憾呐，所以就派了一位远亲前来代行迎亲之职啊。姑娘该不会是要和他拜堂吧？哎，夫婿未知呢，可与族人代为行礼，这也是咱们北朝的旧俗。放心吧，等拜礼之后，他自然就会离开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也吹乱我的心，只一次相遇，却换一生铭记。为君一生情，是爱你的宿命。琴瑟和鸣，两性友好，戒之敬之，夙夜无违。有我的心，换你是传奇。那塞外的风雨繁华声，不经意辗转一生，回头看着风景，始终为你的。哪怕爱你世间梦已冷，愿陪你浪迹一生。那青山，这古城，因为你而变得不同。风吹乱雨滴，也吹乱我的心。请确站。只一次相遇，却换一生铭记。为君一生情，是爱你的宿命。封存了回忆，今生只愿为你。那塞外的风雨繁华声，请饮合卺酒。辗转一生，回头看着风景，始终为你等。哪怕爱你世间梦已冷，愿陪你浪迹一生。风云灭，繁花谢，这风景愿为你珍重。那青山，这古城，因为你而变得不同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有劳郎君了。
然有劳公子了，些微薄礼，还请您笑纳。殿下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他虽为弃养父，但我却只为跟他饮了这杯和亲酒，终身便再无遗憾了。这不是梦。因为有你为我们作证。对不起了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等你从京城回来以后，我再请你喝酒赔不是。没关系，只要不让外面听见就行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，骑术给孤独园于大比丘，众卿250人去。哎呦！如来说诸行，切为非行，是名为行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微尘众，既非微尘众，是名为尘众。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殿下，姑娘已经睡着了。明天他还要应对这里很多下人，你们好好帮帮。谢谢你。
我去了甘州就乱许我的婚事呢。若不是母亲写信告诉我，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这不是因为路途遥远，来不及通知你吗？伽罗有什么不好的？样貌出众，又能文能武的，你们之前不早就认识了吗？不是他好不好的事，是我跟那丫头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没错，我是想娶独孤家的女儿，但那是曼陀，不是伽罗。你根本就是乱点鸳鸯谱。你去哪儿啊？去京城啊，跟独孤伯父解释一下，退亲。哼，这亲退不了了。伽罗在京城已经跟你的替身拜过堂了啊，而圣上也把献公这个爵位封给你了。你们现在已是板上钉钉的正式夫妻了。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啊？不声不响就找人带我跟人拜了堂，不成！京城我肯定要去，即使负荆请罪，我要把婚给退了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去，就别认我这个爹。你讲点道理成不成啊？啊，好，你阻拦我，可以，但我自己有脚，只要你不注意，我早晚都要去京城的。我就不信了，他那么要面子的人，只要我说不愿意娶她，他就不会主动退婚。你混账！住手！娘，你们父子2个人不要再闹了。老爷，这是京里800里急件，上面还沾着羽毛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？娘，你帮我劝劝父亲吧，我现在心里只有曼陀，我跟伽罗那丫头天生就8字犯冲。你还是赶快回京城吧。你同意我退亲了？是去致电。你岳父10几天前亡故了。怪不得他急着议亲啊，原来他这是托孤啊。你现在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去了京城，什么该办，什么不该办，你自己心里有把秤。不过老子现在把话说在前面，我这条命是独孤老哥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。你要是敢对伽罗不好，我就自个儿去黄泉给独孤老哥请罪去。你放心，这个时候我不会出岔子的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一回，你要跟我一起回京奔丧。独孤伯父，如果真像这信中所说，是被迫自尽身亡，那我们就不能放过他这次拿生命争取来的机会。宇文护虽然权倾朝野，但他无论如何也要在意朝议和民意。只要我们利用这次机会，坐实了独孤伯父的冤屈，逼迫宇文护还政，那圣上跟皇后就多了一份安全。只要圣上手中还有权，即使独孤伯父不在了，独孤氏仍然能屹立不倒。但是劝说百官纵横联合的事，我现在还办不到，所以还得请您出马。看来这1年你长大了。少爷，你就这么答应了一门亲事？那又能如何？生死是头等大事，这门婚事是独孤伯父的托孤之举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再任性胡闹的话，那就太不像话了。独孤伯父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。那往后呢？往后的事，我会端详办好的。少爷打算怎么办好？这都是后话了。小的了解少爷。说句僭越的话，少爷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说多情痴情，那也是专一钟情的人。小的只怕那2姑娘曼陀的影子，恐怕是抹不掉的。我既然答应了等她一生一世，就绝对不会忘了的。至于伽罗，大不了商量和离罢了。不是，和离可不是小事儿。眼前可千万不能让老爷听到一字半句的风声。
不然那可就毁大了。这我自然知道，一切都等到了京城再说吧。这往后的事，恐怕是少不了了。三姑娘，以后你还回来吗？当然，我答应过阿爹，要把独孤家撑起来的。以后，杨家这边，我一边住一日。你叫人帮我收拾屋子吧，我还住原来的地方。哎，好，我去厨房做几道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。殿下，你来了。一出事，我就知道了。只是见你太忙，怕你不方便，所以这会儿才来见你。我已经给独孤丞相磕过头了，也在他灵前发过誓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我会以大哥哥的身份一直照顾你，所以你不用再介意了。独孤大哥，你怎么先我一步就走了呢？可怜先帝与你有结义之情，可怜你为大周征战了数十年，打下无数江山和城池，最后怎么落得如此下场？苍天不公！苍天不公啊！爹，别太伤心。伽罗带独孤一门上下叩谢杨叔父，您远道而来，实在是辛苦。伽罗，你长大了，还不赶快见过你夫人？伽罗妹妹，伯父已经走了，你也要节哀顺变。多谢杨大哥关怀。阿健，刚才叫的什么？杨叔父，先不说这个，皇后正在宫中相候，想和你一起商量明日朝中大计。一国丞相竟被逼自刎，实乃天下奇冤。下官想请问一下太师，尉迟康谋逆之事，到底与独孤丞相何干？难道我杨忠欲行不逆之事，只要打着您的旗号，天下就可以对你人人得而诛之？杨柱国此言差矣。独孤丞相自裁，怎么能说是太师的责任呢？是啊，他的遗折已经说了，他是因尉迟康之事而羞愧自尽。这是你才一派胡言！不可理喻，怎么可能是因为尉迟康之事？杨柱国，你别逼人太甚。我逼人太甚？葛树将军，你可以去宫前看一下，多少臣民为独孤丞相喊冤，这是民意，
独孤丞相身后施以备极荣耀，其六子也已加封献公，难道这还不够？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人家杨大人带着上万精兵回京，想必也是早有所图。你想要什么，就直接说好了，别拐弯抹角的。虎符，请太师把调兵虎符归于圣上。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圣上乃大周之主，为何不能亲自掌兵？当年我8大诸国征战天下，追随的乃是先帝。一介臣子，又怎配对我们指点呼喝？可当年先帝大前，明明指派的是太师代为执政。先帝要太师辅佐废帝宇文觉执政，与当今圣上何干？诸位臣公啊，这个事情吧，寡人杨柱国言下之意是想与太师势不两立，对吗？那老夫倒想不明白了，到底这是圣上的天下，还是你们家太师的天下？对呀，到底是太师的天下，还是太师的天下呀？啊，肯定是圣上的呀！皇后驾到！恭迎皇后奉驾。臣妾本是后宫之人，本不该至前朝干预朝政，但是今日的纷争实属原其家父，所以本宫不得不越举前来。今日多谢各位大臣替家父仗义直言，家父九泉之下，若是知道，必定感激涕零。不过家父的遗折当中也提起，他是愧对先帝交代，因此才会离去，并无关他人之事。所以各位大臣，并不需要太过指责于太师，而应该尽释前嫌，齐心合力，把我们大周治理克勤克勉。皇后明月入怀，远见磊落，臣等自愧不如。臣等自愧不如。还有太师，刚才杨柱国所言，您不必太在意。杨柱国与家父有拜把之交，奏闻哀训，先前上所言有所偏激，那也是合乎常情。杨柱国镇守边境要冲格外辛劳，又千里奔波回京，一时失言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太师果然心胸宽大，此乃大善之举。不过刚才杨柱国所言甚是有理。论天下计，太师计，您也应当把虎符暂交圣上。皇后何出此言？昔日太师在左，家父在右，一左一右的相辅圣上，才是文武相济之道。而现如今，家父突然奏事，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任何的武臣可以接任丞相之职。但太师，您若一手掌政权，一手又握兵权，那渔民是否流言蜚语，可能会说太师您是王莽曹操之流。可是本宫实在不愿意相信太师会是那大逆不道之人。既然如此，您又何不交出虎符还给圣上，以示清白呢？更何况刚才哥舒将军也说，先帝奏事之前，领有托孤，是希望太师好好的照顾这些堂弟们。皇后好口才。臣妾只是深宫一妇人，能知道些什么呢？只知道悠悠众口，流言蜚语实在可怕。家父正是忙于小人流言之中，太师乃国家重臣，圣上肱骨，臣妾于心不忍，太师会受流言所困，因此才会冒死前来，还恳请太师三思。
还请太师三思。还望太师三思。多谢皇后关怀。不过臣在朝中多年，听到流言蜚语，又何止这一则？臣清者自清而已。你放心，朝中能人辈出，怎么会没有接任丞相的合适人选？依我看，郑大人就非常合适。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太师果然与众不凡，可以不顾流言蜚语，那是甚好。如果倘若朝中有小人奸臣，尽信流言，那该当何罪？押上来。此人是叛国贼尉迟康的亲信，按律他本应伏法，可是却被本宫的侍女在西市发现，并且他在酒楼里张嚷。他现如今可是如此的平平安安，是因为与哥舒将军有所交易。本宫不相信，毕竟哥舒将军可是太师属下最亲近的人，怎么会跟叛贼有所交易？不过我查了一查，此人身上确实有哥舒的印信。皇后所言极是，这流言为祸多端，的确防不胜防。为政清明，臣是得要交还虎符才行。这虎符乃玄金所制，重于巨石，皇后可要接吻了。太师放心，我肯定好好接着，要不然一不小心压坏了我腹中之子，那么臣妾只能随家父而去了。恭喜圣上重掌兵权，我等诸国愿誓死追随圣上。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！圣上万岁万岁万岁！今日朝堂之上，幸亏有老柱国镇场臣愧不敢当。今日之功，守在皇后，愿圣上日后常纳皇后之监，以保国祚无忧。是，老柱国教训的事，寡人一定谨记。阿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站久了不舒服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他呀，就是太顽皮。太医说了，我这一胎比上一胎还要稳固，8成是个活蹦乱跳的小皇子。咱们阿爹要是知道了，九泉之下也瞑目了。是，寡人已经想好了，等孩子一落地，立刻封他为太子。到那个时候，还望老柱国来做太子太傅。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。老柱国，如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不必这么客气。寡人听说老柱国您要连夜赶回蒲坂。是，圣上。齐国得知独孤丞相亡故，恐怕蠢蠢欲动，老臣必须尽快赶回。不过陛下请放心，臣会留下5000精兵，供陛下驱使，
如果突发兵变，也可撑上几天。到时老臣会尽快赶回秦王。果然还是老主公有远见。只是，寡人初掌兵权，身边呢也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亲信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所以把令郎留下来吧。寡人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尹同三司，为寡人掌管京城禁军。不知道柱国意下如何？陛下重用臣子，臣感激不尽。况且他们小夫妻新婚，也该独处了，还不赶快谢恩？臣遵旨，愿为圣上前去。你愣在那儿干嘛？你姐夫刚刚为你的夫君加了官，还不赶紧谢恩？哟，小伽罗还有害羞的时候啊！老主公，您连夜奔波，不知昨晚睡得可好？好，陛下请放心。昨晚虽然伽罗不在，但府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府里的管家说，自从少夫人入主钟馗以来，府中光景更胜从前了。你也真是的，这公公跟夫君都在呢，怎么能不回去呢？啊？杨坚，正好，一会儿从这离开，你就把伽罗接回杨府去啊。我不行，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家里。杨府就是你的家，傻丫头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独孤府的三姑娘，你现在可是骠骑大将军夫人，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的夫君，好好伺候他。谁要伺候他啊？他自己没手没脚啊。不去就不去呗，谁稀罕你？伽罗啊，今天晚上必须回杨府，这是圣旨，明白吗？圣旨。是。哼，还说你会做人了啊？怎么当着圣上和皇后的面，说不稀罕伽罗了啊？明明是他自己说不愿意来府里的。人家小女孩才多大呀，害羞你懂不懂啊？你怎么就不会哄女人家呢？啊？怪了啊！平常看你行为处事都挺有分寸的，怎么一碰到伽罗，跟毛孩子似的？伽罗现在年纪还小，又骤经大变，一时有点不适应，也在情理之中啊。你看他哪里不好啊？不但家里办得好，连他父亲的白事也是办得滴水不漏。这次啊，能逼宇文护交回虎符，他可是立了大功啊！如此样样俱全的贤妻，你去哪儿找啊？听我说，好好跟他过，没错的。可他再好，也不是曼陀。你怎么到现在还是放不下呀？早先你说要娶曼陀，我就不同意。只是你一再坚持，我就没反对。先不说曼陀是庶出，伽罗是嫡出，单说他的性格和样貌，我看他就不大气。父亲，怎么了？我是他长辈，还说不了他了？你早点把这些不该有的心思放下。人家现在已经是陇西郡公夫人了，见了面要叫他叔母。可我发过誓，我要等他一辈子。父亲，人生在世，一定要言而有信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！我不会娶别人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的。在我心里，我永远只有你一个人。那我就等着你，等他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我一直等你。我杨坚对天发誓，若为此事另娶，他人必妻离子散，死于乱卿之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咱们一家人吃饭，都坐下来就好，没那么多规矩啊。哎，来，吃饭啊，吃饭，哎，吃饭。
杨叔父，我不知道这个菜合不合你的胃口。今天这桌菜啊，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哎呦，你做的？哈哈，难怪这么好吃啊！好吃，娶的媳妇真不错。你看，弄了一桌多好吃啊！我以前从蒲坂回到这里啊，吃什么？吃的是狗食啊！父亲，你说话也得注意点。狗食，这骂我还是骂自己呢？哦，你敢编排我了是吧？啊，娶了媳妇儿，胆子大了。对了，管家，一会儿把少爷少夫人的房间都弄好了啊。老爷，自从少夫人嫁过来以后，就一直住在西厢房。那哪成啊？哪有夫妇俩不睡一个屋的道理啊？赶快去弄！不行！怎么不行啊？阿坚，你是不把我这个爹放在眼里了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杨叔父，杨坚他，郎君他这么做呀，都是为了我。我们家按照鲜卑族的规矩，1个月就可以出服了。可是我娘是汉人，按照他们那边的规矩，1年之内都是不可以同房的。对，这个我倒忘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这正房有2个屋子，我这老骨头睡哪儿都行啊。那房间就给你们了，去，快去弄。是老爷。吃饭了。好，吃饭。哎，不是说不要打扰我们了吗？将军请见谅，我们姑娘睡前要梳妆，这里外2间屋子，可只有那1扇门呢。是，关门。哎，笑什么呀？我可没笑，我在替少爷您发愁。今儿第1天就这么不习惯了，那以后几十年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可我答应过曼陀，我这辈子都会等他，不会娶别人的。小的知道，可这件事你也怨不着少夫人，不，三姑娘，这都是独孤丞相临终没办法的安排。可惜啊，独孤丞相是所托非人了。我要是个姑娘家，亲耳听到我夫君当着公公的面说不想跟我睡，我非上吊不可。我那是一时失言。我知道我有些对不住伽罗，可我更不能对不住曼陀吧。二姑娘好歹有自家的郎君疼着，可三姑娘呢？人家也是皇后的妹妹，丞相的女儿，从小娇惯大了，却一个人孤零零的跟夫君的衣冠拜堂，一个人独守洞房，你说委屈不委屈？真乖。知不知道要叫我什么？娘。不是娘，叫我小爷。三姑娘，你就放心吧，丽华有老奴看着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，老奴自作主张了。辅成王隔1天就来看看小丽华。老奴想，这辅成王以前也经常到府上来，所以呢。丽华，丽华，有没有想我啊？丽华，你叫他什么呀？爹。管家，你先带他们回去。走，来。小丽华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别介意啊，可能我之前老在他面前阿爹阿爹的，所以他就记着了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哦，对了，这2天你一个人照顾一大家子，还忙得过来吗？还好，杨叔父一直拿我当亲生女儿看待，又怎么会累着我？那次我就光顾着安慰你了，其实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解释。皇后都跟我说了，独孤丞相之所以没有选择我的原因，伽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那天出的主意真的是情急之中，没有考虑不周，
而且，我不是真想害你大哥的。齐国那么远，大周也从来没有见过他。我说要把他接回来，完全可以找个死囚替代他，这样宇文护就不会起生疑了。伽罗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天性凉薄之人。我知道，只是事到如今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有用。杨坚和你二姐的事情我也知道了，他和我都说了，他会用1辈子时间来等曼陀，而我会用1辈子来等你。阿爹的遗愿，我不能不遵。对不起，阿勇，你身为皇帝，值得更好的女子。可他们都不是你。他怎么还不回来？哪个他？三姑娘。咱们府里没有叫三姑娘的呀。就是伽罗。哦，你是说少夫人啊？哎，你别瞪我，郡公爷临走时吩咐了，府里上上下下都得叫少夫人。我是在问你，这么晚了，他为什么还没回来？京城现在这么乱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又是一堆麻烦。那我哪知道啊？我是侍奉你的，就算我梳了头发，穿上裙子，也不能变成舌头上长刀的东曲啊！哪有那么多废话？你别打我呀！多半是在独孤府没回来吧？哎，你听听，外面有车轮的声音，一定是少夫人回来了。以后你就不要再送我回来了，这样容易引起误会。我知道，最后一次了。再说了，这么晚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来呢？那就此别过。等等，天冷了，别上灯了。那你快回去吧。好。去哪儿了？回独孤府了。是去府城王府了吧？你看见了？关你什么事？不关我的事。只要你一天是我杨坚的妻子，你就给我注意点。这么晚了还在外游荡，像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咱们两个可是说好的，这场婚姻只是个过场。可别人不知道，这传出去了，丢的是我们家的脸。你们有夫之妇，整天和别的男人出双入对，成何体统？我倒不知道，堂堂一个大将军，成天想着别的有夫之妇，又成什么话？不是，这还喝啊？这一边吃醋一边喝酒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。哎，我是说，在这喝酒没什么意思啊。那你说去哪儿喝？我在府衙里忙得脚都不沾地，回来还得受他的气。那不如依了少夫人，让她搬回独孤府，你就不用受她的气了。那不行，皇后会生气的。行啦，按说少夫人也挺帮你忙的了，要不是她推荐来的几位府官，你这骠骑大将军的府衙根本没有可能那么快建好。这京官比不得外官，处处都得用熟人。就拿邓主播来说吧，多火眼金睛啊，一眼就瞧出那个杨偏将的来历。哥书的人，咱们哪敢用啊？哼，不止他一个。我相信，在我大将军府衙里，宇文护不知道安插了多少暗桩，说不定在这房梁上就趴着几个偷听的。要说正经事儿啊，还真没有个合适的地方。哎，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地方啊。
实在抱歉啊，苍忙之中把大家叫到这儿来，只是这里没有一些碍眼的钉子，我们说起话来也方便些。大将军，您这就见外了。您是风流之人，能替我们选到这个地方，有美酒又有美人，多好啊！这谈起事儿来，这心中也爽快。来，敬大将军一杯。敬大将军。叫你喝那么多，呀，少夫人，怎么每天都喝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啊？好生服侍你们主子。我们走。里面请。伽罗，伽罗，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。这些日子我不方便出来应酬，但是张姐姐的生辰我是一定要来的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既然来了，就不许走了。你看你都瘦了这么多，今儿啊可得在我这儿好好散散心呢。哎呀，张姐姐，您就别拦着人家独孤郡主了，要不然呐，皇后非生你的气不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皇后今儿才传了我婆婆进宫，责骂了她一顿，说她教子无方，纵着儿子引着杨大将军成天的花街柳巷。人不风流枉少年。可您的夫君做的也太过分了一些吧？当初娶你的时候就不肯回来，直接找了个替身，与你拜堂。如今人倒来了京城，可这天天无罪不归啊！那是因为他打呼噜的声音太大，我把他赶出去的。谁信呢？谁信呢？我才不信呢！是啊。伽罗，我们进去坐吧，走。我的少爷，别人都走了，咱们也走成不成啊？为什么要走？这不挺好的吗？算了吧，又不叫花娘只喝酒，有什么好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整天磨叽着不回府啊？头几天是谈正事儿，后来你看少夫人脸色不好，你就高兴了吧？你就是故意的，是又怎么样？我就喜欢看她郁闷的样子。哼，谁说我不叫花娘了？赶紧去把那些陪酒的、跳舞的都给我叫来。哎，赶紧去啊！来，这个行。我敬你一杯。所以弹一曲《享福莲》给我听听。大人真是好酒量，是吗？这不对，你这一块应该是那，不应该是带哦。哦。原来大将军还雅善音律呢。我可是跟秋词人学的琵琶。来，我给你弹一曲，抓起来。哎，大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啊！杨谦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冷静点。阿爹心去未久，你为人子婿，既然不素服哀死，倒日日在这儿宴饮游乐。随你的。都出去！
暂时束缚了。是，赶快去。对不起啊，谢谢你，没有让人把我赶出去。以后我不会再那样。不赶你出去，是为了给杨家和独孤家留一点脸面。杨叔父离京才多久，你就这么想让天下人看我的笑话？新婚不足3月。夫婿便流连花街柳巷，不是你误会了，宇文护的探子那么多，我只有在酒房里跟赵昭彷徨谈事才安全。我发誓，绝对没有碰到歌姬一根指头。那我进去的时候，你跟那个琵琶女抱在一起做什么呢？打架吗？不是，我行了，杨戬，我再说一次，咱们俩这挂名夫妻做不了多久。所以麻烦你在合力之前给我消停。只要阿姐生下皇子，朝中稳定，不用你催，我肯定马上跟你一刀两断。到时候，你爱娶谁娶谁，爱等谁等谁。总之，婚丧嫁娶，各不相干。你差不多行了啊！我可是你夫主，我没气掉你挥剑相向也就罢了，我亲自来跟你赔礼道歉，你还这样咄咄逼人。什么婚丧嫁娶各不相干？你现在还想着宇文邕对吧？哦，出嫁由父母，在嫁由己身，你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了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当着我阿爹的面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吗？啊！那天晚上他深情款款地送你回来，不单扶你下车，还给你披什么斗篷？你可是我杨坚的老婆，你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少爷，疼死我了！少爷，刚才天上不知道怎么飞过去一只小鸟，扔下来个石头，砸着我的肚子了。啊！鸟？是啊是啊，那么一只小鸟掉这么大一块石头。少爷，我这是内伤，您快行行好，带我回府瞧瞧吧。那么点一只鸟，砸这么大一块石头啊？这小子倒还挺聪明的，居然会这么打岔。哎呦，你说你啊，你在红香院冷傲的样子不就挺好的吗？你干嘛又费力气和他掰扯，最后还被倒打一耙？我就是气不过，我一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我就想掐死他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吧。哎，你放手！老天爷啊！要不是我急中生智，这场面没法收拾了。少爷，你也真是的，什么叫赔不是？那得低声下气。有你这样瞎吃醋、乱戳人家心窝子的吗？谁吃醋了？哎，你是我杨坚的老婆，不许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。那不气不过吗？气不过人家口口声声跟你说是挂名夫妻，等用完了你就立马一刀两断。少爷，既然你不愿意，就别整天往红香院跑。嘿，我去那儿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我又不是少夫人。你从来没想过给少夫人解释，人家不误会你才怪了。风吹乱雨滴，也吹乱我心。只一次相遇，却换一生铭记。喂，为君一生情。喂，发
发什么呆啊？练剑了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哎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你看大夫了吗？小小风寒，不足挂齿。这样，我们赶紧练剑吧。回忆是传奇，那塞外的风雨繁华声，不经意辗转一生，回头看着风景，始终为你的，哪怕爱你世间梦一场，愿陪你浪迹一生，那青山这古城，好一对神仙侠侣呀！有空我教你。累尽一生情，是爱你的宿命，封存了回忆，今生只愿为你。那塞外大风雨繁华声，不经意辗转一生，回头看着红景，始终为你人。哪怕爱你世间梦一冷，愿陪你浪迹一生。你看这件呢？这件怎么样？我看看啊。你这个有点太素了，跟那些贵重人家的千金一比，一下子就被人比下去了。哎呦，这根本就是我自找的，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给自己刨了个坑。可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啦，要不然赶紧去东市的商铺看看吧，看有没有更好看的。你这件确实不适合去宴会啊。就是，这全府上下最近穿的也太难看了，所以我做了点新衣服，也改善改善大家的心情。冬君，这件是你的，给我的，谢谢少爷。哎，这件给你。总不至于后天穿着素服去宴会上舞剑吧？这是你给我挑选的？怎么，不好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你还会专门给我。你也没什么专门，这府里上上下下一人一件嘛。行了，你们试试吧，我先走了。没想到，少爷对你还挺细心的嘛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说，嘉罗会喜欢吗？殿下的一番心意，三姑娘一定会喜欢的。只是，说，殿下，您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？我都替别人迎娶过她了，现在做这些，还算得了什么？可是殿下，那你也得注意分寸啊。虽说那杨坚和三姑娘没情没义的，可是这杨坚护食啊，他们杨家的声誉，他倒是护得十分周全呢。这一点，我自有分寸。
我想平日这些舞，众亲们应该都看烦了，所以今日特别安排了一段舞剑，还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皇后，谢皇后，谢皇后。快点，快扇到我们，快点，这琴给我，这边还有帮你的琴调好了吗？好了，好看吗？实在是无人能比。有什么稀奇的？大惊小怪。哎，阿优，你看好看吗？啊，殿下来找你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一会儿就该上场了，等我舞剑完了以后再去找他吧。这，别以为不知道你耍的什么把戏，区一个司马千金，倒敢在皇亲国戚面前耍花招，以为仗着你姐姐潘高枝嫁入了北地汉王帐下就有了靠山。你这点手段，你这点资质，跟我们姑娘相比，就是云泥之别。懒得理你。怎么了，剑罗？就是他，刚才故意把杨将军送给夫人的舞裙给剪坏了。没关系啊，江老，还来得及。参见圣上，皇后。伽罗呢？在下献丑了。等等，参见圣上，参见皇后。你怎么换衣服了？说来话长，我那件不好看，那这件哪来的？这舞裙是不是他送你的？我们回家再说。我现在就要知道。多谢大家捧场。李氏也是南梁名门之后，昨晚你又服侍了我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王的侧妃了。殿下，回宫之后，代我遥谢皇上，等我病好了，再回去谢过圣恩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
您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个女人居然用这种手段！这一切都是圣上安排的。最近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圣上又离不开杨家的相助，皇后又不希望我跟伽罗在一块儿。伽罗之前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。独孤丞相的死，是我和他之间永远不可跨越的一条过去，所以他不会离开阳间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忘不了他。我每次闭上眼睛，他的呼吸，他的笑声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怕有一天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毁了伽罗，毁了我，毁了阳间，毁了皇兄，毁了整个大周。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了，彻底斩断我和伽罗的一切可能。可是殿下，那你也不用立她为侧妃啊。她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婢女。皇后多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，你看她，长得跟伽罗还有3分相似，而且我娘当年就像昨晚一样被献给了我父皇，后来才有了我。即使皇命，就是她这么一个小小的宫女，能违抗得了的吗？而且，我娘就是因为出身卑微，所以才委屈痛苦了一辈子。我只是不想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。参见皇后殿下。起身吧。谢皇后殿下。伽罗，这位就是李氏，你看，长得多秀气啊！难怪辅成王会这么着急的把她请册为王妃。确实很秀丽端庄。春师，赏。这个是赏你的，希望你以后好好照顾辅成王。我跟圣上还盼望着你早日替咱们皇家开枝散叶。谢殿下赏赐。下去吧。是，臣妾告退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是。这位李氏是我跟圣上安排的，可是辅成王并没有拒绝。还有册封妃子一事，是他主动提起的。我想，他这么做，就是希望可以跟你早日断绝关系。伽罗，连辅成王都有了照顾他的人，所以你也无需担心了。以后你跟杨坚就好好过日子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好的，我知道。
你回来了。那件事是真的？混账！前脚说等你一辈子，后脚就纳了别人，老子找他算账去。哎，你干嘛？再揍他一顿，揍得他没精神再耍花花肠子。何苦呢？再说，你也用不着为我出头。我不为你出头，谁为你出头啊？要欺负也是我欺负你，轮不到他。可你不单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你自己吧？我没有生气，只是有些难过。我想，他跟二姐一样，都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了适当的选择，如此而已。上一次你送来的梨花春还有没有了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干！阿弥陀佛，真不容易。原本以为他们又要折腾一场了，现在好了。要折腾，从来也是你们家少爷在折腾的。啊，姑奶奶，您说的对。啊，谢谢。只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啊。你来啦，妾身给你见礼了。呀，这不是咱们新出炉的大兴郡公夫人吗？妾身给您行礼了。哎，你别胡说，小心我捏你的脸啊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全大州啊，不满20岁的郡公夫人也就只有你了。别胡说了。哎呦，果然是好福气了。切，说错了吧？别忘了他姐姐曼陀。早就是陇西郡公的夫人了，一个是半老头子，一个是花天酒地。你说说，他爹得多缺心眼儿，给女儿挑这样的夫婿。哎呀，哎，行了，你捅我做什么？我又没有指名道姓。这女人呐，嫁人就是第2次投胎，做个国公夫人、郡公夫人的又有什么用？废帝的那一位还是皇后呢。最要紧的呀，是夫妻和美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别家夫妇如何，干亲何事？长舌婆，别只知道说别人，这不知道是谁家的夫婿，每逢初一十五才去一趟他的房里，这平些时候都在小妾的房间里一圈一圈的转。我那是贤德，总比有些人嫉妒成恨的好吧？我倒是听说呀，有些人做惯了大小姐，整天拿着剑去红香楼追杀自己的夫婿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少说两句。你怎么着？一言不合还想动手啊？真不知是哪家的夫君这么倒霉，摊上了个惧内的名声。我乐意，怎么了？哎，刚才在那边我看见你喜欢的凉果。给你拿了一些。哦，我家娘子是丞相之女，皇后之妹，国公之媳，郡公之妻。她不尊贵谁尊贵？她不是大小姐，谁是大小姐？哼，我家娘子花容月貌，聪颖无双，啊，我是3生有幸才把她娶进门的。欺负妒忌，你们懂个屁呀！那叫闺房情趣。难怪你不懂啊，估计你出嫁之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闺房情趣吧？对待这种人就应该这样，怎么样？出气了吧？哎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在别人面前这么说自己，真不害臊。不是，这我真的挺乐意的。
夏虫不可以语病。哎，都来瞧一瞧咱们的剧内大将军。滚！这话只能我自己说，听见没？老板，这个帮上。我家娘子花容月貌，聪颖无双，啊，我三生有幸才把她娶进门的。出什么事了？也不知道谁家风筝掉下来了，把马惊着了。哦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哎，还挺好看的。要不，我带你去放风筝。啊？用点力。往左边。啊，行了。真够笨。再笨也比你聪明。你要是聪明，那女人说闲话的时候，你怎么只会气得在一旁发呆啊？那个女人的夫君姓信，是太师府的长史。你们杨家这2天又是升官又是发财的，还是低调一点好。要是跟他吵起来，不是徒惹宇文护注意吗？你是为了我们杨家啊？那谢谢了。哎呀，左边呢？左边。哎，你以为不在外面招摇了，宇文护就会注意不到啊？只怕他现在正恨得没有早点把我除掉呢。不用担心，能把西山大营拿在手里，这代价值了。可是万一……没那么多万一，瞎想什么呀？你记住了，你现在是有夫君的人，就算天塌下来我都帮你顶着。你不信啊？你去问问郑荣，林异国的九德城是不是我打下来的？柔然的左贤王是不是我亲手杀的？你夫君我啊，没你想的那么草包。我可没觉得你草包。好吧，除了那日你刚进城扔绒花的时候。你既然嫁人了，就别动不动总想着娘家的事儿，没事想想府里，帮我添两件衣服什么的，省得人家总说你不贤惠。我不会女工。那你就做点羹汤。那你干嘛还请厨子？你是不是就喜欢跟我吵架呀？我是你夫主，懂什么意思吗？那你问我阿姐，在宫里是她说了算，还是圣上说了算？那是宫里。好，那在你家里是你爹说了算，还是你娘说了算？这风筝在我手里，你说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当然我说了算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说了那么多都是为了我好，想让我早点放下阿爹的事情。没关系，我早就没事了。可是杨坚，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让我做贤妻良母的话了，因为我这辈子恐怕都不行了。我跟我阿姐从来就不是养在深闺的女人，从小我阿爹就拿我当男儿教养。虽然我不懂女工，也不懂歌舞书画，可是我看兵书、识剑法，会做生意，会赚钱，手底下还有一整支的祭祀军。而且我更觉得，在这乱世里头，你更需要的是像我这样能帮你撑起半边天的伙伴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在后宅打转的贤内助。随你，反正以后啊，宇文护肯定会变本加厉的找我们麻烦。我在西山大营的时候，府里就多靠你了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快帮我一下，往左边。